春秋霸主皆以战功称雄，唯有宋襄公以惨败留名。这位在洪水之战中坚持仁义而兵败重伤的宋国君主，如何上演一出荒诞戏？公元前643年，齐国在齐桓公病逝后陷入内乱，霸权随之衰落。此时，疆域已扩张至淮河流域的楚国正伺机北上中原争夺霸权。与此同时，在齐国争权失利的太子昭逃往宋国求援。宋国虽非强国，却也是中原地区颇具影响力的诸侯国。宋襄公曾受齐桓公之托，承诺日后对太子昭予以照应。于是宋襄公向各国发出号召，提议联合出兵护送太子昭归国继位。无奈宋国影响力有限，最终仅有魏、曹、朱三个小国响应出兵。于是宋襄公率领这支联军北上，介入齐国内乱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齐国贵族不明联军虚实，又见宋襄公师出有名，纷纷倒戈支持太子昭，齐国之乱就此平定。这场以弱胜强的行动让宋襄公声名鹊起，也点燃了他的称霸之心。在声望的加持下，宋襄公频繁会盟诸侯。为树立权威，他扣押迟到的滕宣公；为震慑东夷部落，他竟将曾国国君当作祭品祭祀。因曹国不愿臣服，他直接出兵围困其都城。穆仪多次劝谏，指出宋国地狭力弱，强行争霸必遭祸患。但宋襄公对劝谏置若罔闻，他的强硬手段不仅未能服众，反而促使陈、齐、楚、郑等大国结盟，宋国陷入孤立。公元前639年，宋襄公执意邀请各国于余地会盟，意图确立自身盟主地位。穆仪忧心说道：“楚人向来不讲信义，此次会盟恐有阴谋，应率军随行防备。”宋襄公却摇头拒绝：“我既然提出不带兵会盟的提议，就该言而有信，怎能出尔反尔？”结果正如穆仪所料，楚成王早已在余地设下埋伏。会盟当天，楚军突然冲出，当场擒获宋襄公，将其押往楚国囚禁，并趁机派兵攻打宋国，直至鲁僖公出面调停，宋襄公才得以获释。这场羞辱激发了他的复仇之心。公元前638年夏，宋襄公联合魏、许、滕等小国进攻依附楚国的郑国，楚成王派军攻宋，宋军撤回迎战，双方在洪水相遇，一场决定宋国命运的战役就此打响。公元前638年冬的一天，晨曦微露，宋军已抢先扼守洪水北岸，浑浊的河水奔腾东流，成为天然屏障。宋军将士列阵以待，戈矛如林，目光紧盯着南岸的楚军动向，占据着天时地利的绝对优势。不多时，楚军行进至洪水，开始涉水渡河，士兵在湍急水流中艰难前行，队列被冲得散乱不堪，首尾难顾。宋相穆仪立即向宋襄公建议道：“楚军渡河正酣，队形大乱，此时出击定能一举破敌。”宋襄公沉凝地摆手拒绝道：“君子不成人之危，岂能攻击未备之敌？此非仁义之师所为。”宋军将士紧握戈矛，满心焦灼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楚军尽数登岸。楚军上岸后浑身湿透，仓促整理阵型，戈矛歪斜，军心未稳。穆仪心急如焚，再次跪地请战。敌军阵型未整，此刻出击仍有胜算。宋襄公眉头微皱，说道：“用兵当堂堂正正，须待敌军列阵完毕，鸣鼓而战，方才是君子之风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楚军已迅速调整好阵型。只见楚军阵中战鼓雷鸣，数万将士齐声呐喊，声震天地。随后如潮水般向宋军发起冲锋。此时的宋军势单力薄，面对人多势众、气势如虹的楚军，早已没了先前的优势，瞬间陷入被动。戈矛交锋的铿锵声、士兵的惨叫声、战马的嘶鸣声交织在一起，宋军防线节节败退，很快便溃不成军。乱战之中，一支冷箭呼啸而来，射中宋襄公的大腿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甲胄，幸得身旁侍卫拼死护送，才得以狼狈逃脱。洪水之战后，宋襄公伤重不愈，于次年病逝。此战不仅粉碎了宋襄公的称霸梦想，更让宋国国力大损，从此沦为二流国家。洪水之战让宋襄公成为春秋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。批评者认为他固守过时的礼义，以国家安危为代价追求虚名，是误国误民的昏君。支持者则表示，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，他坚守战争伦理，是最后的贵族风骨。
而他之所以能跻身春秋五霸，或许正是源于这份争议。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，敢于以国家为赌注践行仁义的诸侯，纵观春秋也仅此一人。